赵露偷了爱人的一双鞋后，怀疑自己的恋情曝光，他因盗窃而被警方盯上。一个打扮成 The Star 的男人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次。千禧之约电视剧《神隐》微博宣布于12月8日开播，并配文称，该剧将凝聚有诚意、有初心的人们共同出席盛会。看来这部剧的戏份还是要放在女主赵露思小姐姐身上了。伴随着这一官宣，剧组还晒出了当天剧组的照片，图为身穿蓝色毛衣的数人下半身伸展，图中还有赵露思和王安宇以及其他参与者李云瑞和其他人。这家初创公司的合影似乎给一些观众带来了神秘的感觉，一些人怀疑李云瑞和赵露思因为明显的鞋履关系而谈恋爱。此外，还有网友注意到李云瑞和该组合的另一名男性成员似乎穿着相似的鞋子。李云瑞的鞋子是黑白两色的，上黑下白。虽然赵露思的鞋子被他的白裤子给遮住了，但他的鞋子也算是一模一样了。人们也应该知道李云瑞，因为他的名字很常用。李云瑞曾与赵露思首次合作《群星璀璨》，这不是一家有名的公司，也没有出过多少杰作，因此出道时间短，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无法跟上他们的宣传。李云瑞饰演的角色是元神，不是什么好人。李云瑞在《隐神》中的角色是一个爱不释手的男性。不过，如果他真的和赵露思扯上关系，他的表现可能会帮助他获得更多的人气。人们认为李云瑞和赵露思是情侣，因为他们的照片风格。两对夫妇同时拍摄了黄页照片，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他们关系的证明。再加上人们认为这双情侣鞋是赵露思在和李云瑞交往的暗示。李云瑞现在的名声和他的竞争对手赵露思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即使是最厌倦的怀疑论者，也会同意男弱女强描述了他的地位。李云瑞的颜值一般，应该可以轻松一闪而过，所以他和赵露思还是很般配的。传闻赵露思与吴磊传出绯闻，尽管吴磊似乎对这段恋情并不感兴趣，向涵之跟赵露思有没有关系也不得而知。但是据信这是因为互联网的猜测，找个新的搭档对赵露思是有好处的，这将有助于她的公众形象。目前的情况只能确定赵露思的恋情。你希望看到赵露思和李云瑞在一起吗？穿情侣鞋的男两成了热门景点，人们说穿起来太花哨了。因为这些明星要出名需要拍电影上综艺，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拍一些项目上电视。一旦他们出现在镜头前，他们就有机会受到关注。凭借高颜值、健美的身材和娴熟的演技，让人看得出来赵露思在工作上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她不应该简单的相信自己有才华。如果她不在镜头前表演，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又有多少人会接受她？这也是露思很少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原因。她知道，如果她不表演，她的才华就不会被接受。得益于赵露思与他人合作的一首流行歌曲，人们形成了坚硬的核心力量。希望两人可以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在线交流。马尔晨朱一赵露思传来正面消息，新剧《隐神》将于12月8日正式开拍，届时感情问题仍悬而未决，立即观看直播。在开幕式上，演员们身着剧组配发的蓝色毛衣，男1号、女1号和男2号都剪了电影中的特色发型。细心的观察者注意到，赵露思在活动中与男2穿的是情侣鞋，这一细节成为诉讼的高潮，并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兴趣。合影时，赵露思的灰色长裤一直延伸到镜框边缘，虽然镜头中只出现了她黑色皮鞋的鞋头，但观察者仍能辨别出棕色皮革鞋面和棕色软垫鞋底。李云夏普的小白鞋就符合这些细节。任何在舞台上录制演讲的人都会看到有人用一双并排的鞋子复制他们的动作。很明显，这是一对情侣所穿的同一双鞋。娱乐圈里的人都对这两个小众情有独钟。然而，他们的鞋子不匹配，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消息。网友们认为这一幕很炫耀。当他们被误解时，他们如何被理解？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挑出相配的情侣鞋，这是不可接受的。未来的买家需要注意，选择这种夸张的风格反映了你们是真正的夫妻的想法。这样做会毁掉任何两个被视为夫妻的人的职业生涯。有看过《群星璀璨》的人认为，李云瑞饰演的元神是追不上露丝饰演的程少商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他们处于现实生活中的关系的结果，这也补偿了他们。艺术之爱是真实的，对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有着真实的影响。但是，这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艺术家需要隐藏他们的情侣装，这是因为人们不会接受他们穿着这件衣服公开出现，这会引起人们的反抗。两人穿着情侣鞋出现在电视剧《隐神》的宣传片中，引起了节目的关注。对于那些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公众很好奇他们的恋爱关系，因此他们期待新剧的上映。招揽品牌，身披战袍，是不少娱乐圈成员的通病。然而，没有人知道赵露思和李云瑞在发布会上发生了什么。李云瑞和赵露思的第二场表演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已经合作过一次，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这次会产生出色的结果。让我们一起关注他们的精彩表演吧。吴磊谈到出演《星汉灿灿》，古装剧《星光灿烂》正在热播中。吴磊在新剧中饰演性取向极其复杂的少将，对此，吴磊笑称：“我就是喜欢折磨自己，这对我有好处。”古装剧《星汉灿烂》改编自小说《星汉灿烂》，吉祥连连，由费振翔执导，吴磊、赵露思领衔主演，讲述了身世沉重的青年将军凌不一与父母的故事。留守女孩程少长、赵露思是历经无数考验，互相治愈，共同成长的故事。剧中，吴磊饰演凌不一一角。吴磊透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偏激的性格，令不一为国为民，有很正直的一面，同时也有很阴暗的一面，是性格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一个既善又恶，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的人。他就像一枚硬币，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两面之间的差距距离很窄。因为凌不义这种偏激的性格，吴磊一直有些担心，他就像一片乌云，笼罩着别人。我其实挺担心观众不喜欢他的，所以在表演的时候，吴磊就想尽办法去寻找这个角色柔软脆弱的部分。作为演员，我心疼他。10几年来，他把一个害死自己父亲的仇人认作自己的父亲，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报仇。刀锋冤家那一幕也是吴磊记忆最深刻的一幕。那场戏我压力很大，没有做好准备，觉得自己演不好，到了现场才终于找到那种感觉。其实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生，在实现最大目标的那一刻，他同时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快乐、失落、空虚同时袭来，跌宕起伏的情绪非常复杂。吴磊才22岁，演这么复杂成熟的角色压力大吗？吴磊坦言自己心里肯定有负担，但他个人还是喜欢这种复杂的角色。我就是喜欢折磨自己，这样对我有好处。